全球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假日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资深两岸媒体人徐和谦。一路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前海军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是3月15号，所以美伊开战目前已经到了16天了哈，所以我们还是持续的带大家赶快来关注伊朗这边的讯息。好，我们先从伊朗启动了真实承诺4，说到第几轮的军事行动呢？好，答案是第52轮了哈，而且他说在这一场军事行动当中哦，对以色列还有位在中东的3个美军基地实施了猛烈的打击。好，那这3大的军事基地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了伊斯兰的革命卫队海军司令有做相关的补充，他说他们的海军部队袭击了美军在阿联酋、巴林还有卡达的空军基地的特定关键目标，甚至他说美军的爱国者反导系统的雷达、控制塔、机库、停机坪以及燃料库等目标都被击中起火。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真实承诺4在第51轮的行动当中，也有特别讲到说，其实伊朗向沙烏地苏尔坦亲王的空军基地有发射多枚的飞弹。好，所以这基地其实是美军 F-35跟 F-15战机的后勤还有支援中心。同时也部署了有空中预警机以及加油机等设施。那伊朗方面说这个行动是对美军的相关军事设施来进行打击。所以不少人看到目前的讯息有感觉上是伊朗接下来想要阻断美国的后援。好，那我们也看到了一个相关讯息就是伊拉克的伊斯兰抵抗组织的 FPV 无人机，好，我们在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的美国维多利亚这个军事基地上头自由的飞行。好，你可以看到相关画面已经出来了。好，随后撞击到基地内的一处设施的入口。好，但是大家有发现吗？这个无人机拍的画面非常清晰它没有遇到任何的抵抗。当然就有人说这如入无人之境这是不是也代表美国在中东的基地防卫能力已经归零了如果真的是这样，代志就大条好，所以我们看到相关的新闻有特别讲到说美军有5架的加油机在沙烏地阿拉伯这边遇袭受损。好，就川普非常的急他赶快说这是假新闻。我们看到这个川普发文他就讲说确实有一处基地在几天之前遭到攻击。但是在涉及的5架加油机当中，4架几乎没有受损，已经重新的投入使用。那另一架的受损程度稍重预计很快就能恢复飞行。好，所以原本说美军5架加油机遇袭，好像也没有讲错嘛，因为川普自己也讲了嘛，有4架几乎没有受损，就代表说，有相关可能的风险但是没有受伤，但另外一架也是有受损嘛，好，那所以大家就想说现在川普嘛，每次吹牛皮都吹得超蓬的好怕丢脸，所以打死不认。但现在伊朗确实也掌握了停战的话语权吗？我们先看到伊朗的高级官员，他叫做穆赫辛·雷扎伊他有特别讲说，有2个条件，他们可能才会考虑结束战争。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ما زمانی پایان جنگ نگاه میکنیم که اولا تمام خساراتمون رو از آمریکا خواهیم گرفت. ثانیاً به یک تضمین 100% باید از آینده برسیم که اون بدون خروج آمریکا از خلیج فارس امکان پذیر نیست. بنابراین شرط دوم خروج آمریکا از خلیج فارس است. 好，我们可以听到这2个条件一轮认识的川普来说绝对不会答应的所以等于是白讲啦。不过当然也是要告诉对方我们的底线在哪嘛好，那也看到川普他怎么回呢？其实他说还不想达成停火的协议他说我不知道这个小哈米尼他现在目标是在这个哈米尼的次子嘛是不是还活着？到目前为止没人能找到他。他说如果他还活着他应该为他国家做一件非常明智的事情，那就是投降。好，都已经选出了这个神权的这个次子来进行这个继承。
好，那怎么可能会投降呢？好，当然，川普最喜欢说插话，一轮也是一直感觉他一直要让自己找台阶下。好，那现在美伊战争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好，川普的一句话回答，其实也遭到炮轰吼。好，其实这是福斯新闻主持人基尔梅德啊，他就有这个问到川普说啊，什么时候才知道战争结束？好，我们来看看哦，川普怎么说？他说啊，当我感觉到的时候。当我从骨子里感觉到的时候，好，他骨子里感觉到，但我们不知道嘛，哈。而且每次川普讲的话总是这类的，让人摸不着头绪哦。所以当然这一句话就遭到了炮轰，因为美国人很多是不想再卷入战争了，尤其目前他们的通膨、物价都非常高哦，大家就会有这种相对剥夺感，哈。好，那美军的尼米兹号航舰呢，延长服役10个月，哈。那现在原定是5月就要退役，但是呢，海军官员透露啊，会延长服役10个月到明年的3月，但是不知道会部署到何处。那现在美国啊，也从日本调派的是迪黎波里号的2栖突击舰在增援中东，所以目前看起来这样子的讯号，有人就推估说美军的战力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捉襟见肘的地步？好，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说嘛，要从从容容、游刃有余，但是看起来现在哦，川普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好，因为他打伊朗的战略相当的混乱哦。好，这个川普入主白宫之后，身边的顾问圈僵化封闭。政府内部跨部门的流程的崩溃哦，加上他反复无常的决策过程，都使得这一次的行动跟美国近代史上的任何军事行动是截然不同。所以我们看到国防优先基金会的军事分析主任，他就有特别说啊，从长远来看，这只会对白白浪费美国的军力，那对美国投射的军力能力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他认为这个影响恐怕会持续数十年。好，那当然，一轮也看到一些相关的外媒报道说啊，其实伊朗只算是一个中等军事能力的国家，美国都打不败了。未来其他国家，美国的盟友对美国不就是满头问号吗？好，那当然我们看到了一开始的伊朗启动了第52轮的军事行动啊，那他感觉的目的要把那个美国的后援给摧毁。好，我们先问彬哥。伊朗不管怎么样，至少证明了在美国跟以色列全面性的这样空袭之下，那他还是保有他还击的能力，而且这个能力一直延续了半个月，然后还持续在进行当中。所以显然，你光靠空袭想要全面压制伊朗，恐怕这个是有它的极限所在。那再来就是美军的弹药还有防空能力看起来是呈现一个收缩的状态。所以呢，他开始陆陆续续一些重要的基地被攻击了。那这个代表什么呢？代表美国恐怕就跟外界所预测的一样，他库存的弹药可能真的不多，他被迫必须要缩小他的防御范围，不可能全境的这样防御。那既然不可能全境的防御的话，那变成现在包含以色列在内所有中东邻近的国家，只要你靠近美军基地附近，你可能都有危险。这个美国恐怕也不见得能够保障你的安全，因为连他们自己的基地的安全他都保护不住。那甚至你看到这个无人机可以直接堂而皇之的进入美军基地，那就表示它的防空显然出现了很大的漏洞。那美国有没有办法在短期之内补强呢？恐怕也未必见得。而伊朗的无人机价格便宜，而且又生产速度很快，它可以很快的投入战场。那美国怎么样应付这样子越来越难缠的一个对手，显然都是必须要去观察的对象。那川普发这个文，当然目的是要撇清说，没有，我们没有5架加油机受损。可是实际上，第一个，他等于证实了你们的加油机确实遭受了攻击。是。那加油机遭受攻击代表什么意思？代表美军基地的机场是不安全的，也就是所有停在那边，今天是加油机啊，你的战斗机也可能会受损啊，你的预警机也可能会受损啊，因为伊朗什么时候会来攻击不知道，所以这就是对在中东的美军来讲非常麻烦。等于美军暴露在危险当中，而且你的防空能力并不可靠，你没有办法那个拦截伊朗这些大规模的攻击，所以这个对美军的士气还有相关的行动能力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那伊朗都已经打到这个节骨眼了，他不可能会投降了，除非你有办法把它压垮他。所以现在也传出说美国要派海军陆战队去伊朗，可是区2500人能够干嘛？它到底能够产生多大的影响？那这是去消灭核设施吗？消灭核设施有这么容易吗？所以这些恐怕都是问题哦。那更重要的就是说，
川普他本身就是很容易就流入那种自说自话，今天说我们已经赢了，明天说他们剩的日子不多了，然后后天又再转变一种说法。那你天天这样转来转去，我觉得美国人对他的信心恐怕就很难再提高了。那反观就是川普现在开始去钳制很多言论，包括电视台啊，你这些伊朗方面的东西不准他播，甚至伊朗政府的宣言也不准他去讲。那这个并不是代表说川普很铁腕，而是表示美国政府怕了，因为伊朗政府一个宣言都不能够让他播的话，那表示他的宣言确实打中了某些美国的要害。那在这种状况下，这个军队还能够打多久下去呢？那现在美国他第一个，他要把尼米兹级的这个航舰延役，为什么要延役？因为他现在不够用。他现在第一个，他要全球的部署还是不能放弃，然后他要在中东这边增加兵力。那他手上的航舰就是这么多，能怎么办？很多都还在大修，所以这也是不得不然的一个做法。那你现在就算把迪里波里2栖突击舰加到中东去，又能够改变什么战局呢？所以我觉得这恐怕是一场持久的、这个费时持久的损耗战，大家要慢慢看谁撑得久。对，但撑得久不久也关乎到其他国家哈，因为有能源的问题。舰长，有关于这个空中加油机受损的问题如果说我们来看有关于阿拉伯媒体他们的一个报道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其实这里是4架，还漏一架。那漏一架呢，也就是川普口中的受损，但是很容易就可以修回来了。这个也就是在这个沙烏地阿拉伯苏丹王子机场的一个状况。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状况，其实也就代表，那么一般我们在作战的时候，机场的周边都是有非常严密的防空系统。如果连空中加油机这么重要的一个后勤的一个装备都可以被攻击的话，那还有什么不会被攻击呢？另外我们来看这是第一时间在巴林的第5舰队，美军的第5舰队的一个被无人机攻击的状况。那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的话，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照片出现了，我们来进行分析。也就是说，它最重要的2具的这个搜索雷达，以及它很多的这一个卫星天线，其实都相对的被摧毁。也就是我们从这一个红框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甚至连前面这一栋楼，也就是它的一个我们讲到说军事官居住的地方也被攻击，甚至连他的指挥部也受到攻击。也就是说，现在其实美军在这一个波斯湾几乎没有一个安全的地点了。那至于说我们讲到尼米兹号，其实我们讲说他现在准备要去参加的是南方海域的演习，这个演习是2年一次，上一次是在2024年的4月，那个时候是由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它来进行。那个时候它不是。这个尼米兹号航空母舰过不了这一个巴拿马运河，所以他那个时候他直接往南美，然后也就是去了秘鲁、智利以及巴西的这些港口。那这一次我们看到的尼米兹号，它也要这样走。其实这一个也就是所谓的海军兵力展现，也就是所谓的炮舰外交，也就是敲打一些这些南美洲的国家，说有关的这一个唐罗主义不是说说而已，是玩真的。而且呢，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的看，我们就会发现根据美国军方的相关文件，也就是它在这一个加勒比海的这个存在了，要到2028年。那我们讲的刚这个提到的尼米兹号的南方海域2026这个军演，是不是又准备去应对古巴了呢？所以我们现在讲说这个自从川普他已经确定他拿不到这个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他就是全球开战到处从美洲一直打到这个中东，然后呢，现在又要回到美洲。那迪利波里号其实呢，它现在也就是确定要往中东。那但是呢，它是不是能够
带着一个完整的我们讲的远征打击群，那就是个问题，因为现在没有一个完整的照片啊。也就是除了它迪利波里号的2栖攻击舰之外，它另外应该还有圣地亚哥号以及新奥尔良号的这个船坞运输舰。这些船是他们之前在铁拳军演的时候所一个编列的内容啊。那我们现在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这一艘它已经通过了巴士海峡，准备全速的进入南海，然后穿越这个马六甲海峡进入这个印度洋。不过这个究竟它不是宇宙战舰啊，它需要时间。那这个时间是不是能够救得了美军基地，是一个大问题。好，何谦老师是最新一期的这个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啊，大家如果去书店看，可以看到大大的封面上印了一行字 ：A war without strategy， 一场没有战略的战争。那我觉得打到目前2周啊，半个月过去了，我想这个断语放在 Trump 跟这个整个美军的团队的身上是比较若合符节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伊朗的反击行动啊，到现在已经达到了第52轮，下午刚刚看的其实到第53轮啊。说整个伊朗虽然它的这个整个国家的整体军事实力跟美军在中东的数十年的部署是有一个差距的，但是在美军的压倒性的轰炸之下，伊朗的基本的防御能力没有垮，甚至它基本上我想比较从容的实现了它所谓的马赛克式的防御，就是说我不只是靠一个金字塔型的结构，只要主官主帅被清除，我下面就垮掉了。没有，他基本上已经事先的把他的事权分散到各个小区域的小范围的作战单位，然后才可以在过去2周内让我们看到他组织了大概53轮的反击。那打击的目标呢，大概超过了3000个目标，就是把整个中东的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啊，以及去威胁美国这些中东地区盟友的，我们看到一些民用设施，包括储油设施，包括商业的码头的港口，包括甚至一些金融中心。刚刚一轮也说了，他打击了美国的银行。那大家可以看，银行会设在哪里？银行当然设在商业区啊。所以他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不断去拉高他的筹码跟要价，希望中东地区的盟友去反过来施压美国，你赶快少一个这个停火止战的一个出路。那当然，第二个呢，伊朗的第二个策略就是他知道军事对军事啊，伊朗的纯军事角度来讲，跟美国相比可能没有上风，但他如果把这个战火引导到，把火点到经济领域，点到石油领域，包括我们现在看布伦特这个北海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已经到达了103、104美元的高位了。那之前有看到一个数据啊，就说美国自己政府的评估了，就说美国消费者市场的信心指数大概能够去忍受90到120这个高位运行的区间，大概就忍受4周啊。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上个星期周3、周4，美国很多的媒体民调也出来了，美国人没有很挺这场战争，跟我们曾经印象中的上一场中东大战2003年的入侵伊拉克，那个时候美国的所谓的爱国主义情绪啊，是被小布希政府激发的，70%-80%的人都支持这个在911之后的这个对伊拉克的战争。但这一次我们看到，大部分的媒体显示啊，其实比较多数的美国人没有很挺这场战争，或者说他就算情感上支持，他也不知道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打到什么时候才算个停啊？所以我想这都是川普现在心里要去焦虑的，要去考虑的。那这是能不能找到一个出路？我想我们接下来可以接着马上到讨论。对，而且尤其今年美国是有中期选举哦，这可能也是川普的另外一个危机。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讨论。好，观众朋友，这2个礼拜我们看到这场战事哦，可以说川普像是放羊的孩子哦，这说话反反复复的，而且他也常常对伊朗来下最后通牒哦。但是现在伊朗根本不甩美国的攻击啊，他说我们要加强导弹武器的强度。好，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啊，我们将针对美国导弹的发射地点来进行攻击行动。好，地点多位在阿联酋部分城市的港口、码头，还有一些军事掩体。那这些区域的居民哦，还赶快呼吁尽快撤离哦，以免卷入了伤亡。好，那以色列军队也说啊，他们监测到伊朗发射飞弹，所以呢，在南部的埃拉特的地方都已经响起了防空警报。好，甚至以色列的本古里安机场哦，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现况哦，因为他们的防空警报有听到吗？一直在响。好，但是呢，大家有发现吗？这机场内哦，没有一个人哎，
好像鬼城一样哦，所以也代表说啊，在以色列这附近的机场哦，其实大家是蛮担心的哈。好，那当然，伊朗打击以色列情报以及网络的中心，因为从14号开始，伊朗的军方哦，他们说无人机针对的就是以色列情报体系跟负责收集情报讯号、拦截数位通讯的网络中心进行了打击。好，所以您可以发现，伊朗哦，他们在打击上面是有一些节奏的哈。好，那美国官员也确实有坦言说啊，在本轮战争开始之前，那因为去年夏天哦，跟伊朗的冲突当中就有大量的发射，所以以色列的拦截弹储备哦，本就处于在一个低水位当中。那如今哦，伊朗的袭击让以军哦远程防空系统已经不堪重负了。好，那现在以色列看起来哦，在战争上面是处于一个劣势吗？哈。好，现在有一件事情就大条哈，因为呢，大家有发现哦，在以色列的国安的简报汇报当中，没有看见纳坦雅胡，反而是他们的国防部长主持的。好，那再加上有一名以色列的记者声称说纳坦雅胡死了哈。我们来看哦，这一位就是以色列的记者，他暗示说纳坦雅胡可能死于据称在最近的紧张局势当中遭到袭击的房屋之内。好，不过这说法当时是没有被证实。好，所以大家现在在网络上这消息传满天，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到底是不是已经死亡了哈？好，我们看到他在个人的 X 上面发布了谈话影片，也就被网友发现他的手部动作不自然，而且好像疑似有6根手指头哈。好，先看到的是大家发现他的嘴型怪怪的哈，很像 AI 的影片。再来就是他的手竟然有6根手指，还是纳坦雅胡本来就有6根？我是不知道啦哈。好，但是大家就说啦，疑似就是 AI 伪造的哈，就说他其实是不是本人已经出事啦哈？那个刚才嘴巴是因为他说时有时无的牙齿哦，一下有一下没有，就感觉怪怪的嘛哈。好，那当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驳斥了谣言，说这个是假新闻。好，会不会最后我们才知道说这个纳坦雅胡其实有6根手指？好，不知道啦，反正呢，接下来看看这个态势如何。但是如果纳坦雅胡真的出事的话，恐怕战局又会有一个转捩的点哈。好，那当然，伊朗现在袭击地区内的美国银行，他们的革命卫队说伊朗针对美国银行的分行进行攻击，是对敌方先前袭击2家伊朗银行的回应。好，如果敌方再次采取此类的行动，哇，地区内所有的美国银行分行都会变成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好，那当然，现在美国也是赶快喊说立即撤离伊拉克哈。这是美国的驻巴格达使馆紧急发文来呼吁说，美国公民赶快的撤离伊拉克因为伊朗跟其亲近的恐怖民兵组织正大肆的攻击巴格达中部使馆林立的绿区，所以民众不要前往该大使馆或是美驻埃尔比勒的总领事馆。所以在这部分大家看起来战事好像有越来越紧张了哈。好，那美国的国务院也要求非紧急员工跟家属赶快撤离阿曼。好，这个阿曼就有一个风险的问题存在。那伊朗也指控乌克兰现在游艇以色列介入了战事所以他们也是扬言要发动攻击报复的行为。好，因为伊朗认为基辅当局在当前中东的冲突当中是支持以色列的哈。好，实质上呢已经成为了参战方，所以要对乌方发动了军事攻击。好，那波兰通讯社这边则指出此举象征中东跟乌俄的战争局势是进一步的挂钩，那风险关系的风险是骤升的。好，所以原本大家可能以为乌俄战争是一块，好，中东战局又是一块，但是伊朗不是这样想因为之前不是才有说这些波斯湾的国家去找这个乌克兰寻求无人机的帮助吗？好，这在伊朗人看来就是伊朗的军事的政权体系看来就是非常的刺眼试图想把这整个战局都看作会。好，那这样子对我们来说国际的风险局势一定是更加的升高。好，那当我们看到现在伊朗根本不甩美国他还是说我们要加强导弹武器的强度。我们一样先问斌哥。伊朗现在说他要增加导弹武器的强度，但是他到底能够增加多少？因为这就有看待于观察他现在目前为止他的生产量能还剩下多少？因为确实美国跟以色列对他的轰炸，其实让他的损失也蛮重。
它很多生产都被迫必须转入地下的地道。那这些地道还能够维持多大的产能？而且是不是能够有更强力的武器出现？这些恐怕目前都还只是在宣称上这样说。那实际上到底能不能做出来，要看他真的打出来才知道。但是显然，这个以色列这边的压力是越来越大，因为现在以色列全境都高度危险，随时都可能被攻击。那我想，任何一家民航公司也不愿意让自己的飞机在这个时候在以色列降落，危险啊！对啊，你在那边随时有可能被炸掉。那所以机场没有人也是很合理的一个状态。那实际上，以色列从开战第一天到现在就停班停课，已经停了整整半个月。那一天，那些在台湾还说打仗之后可以正常上班上课的，那些你们再看看，要不然你现在到以色列去上班上课看看。那所以我觉得。现在整个情况就是整场战局端看伊朗能够撑多久。伊朗如果能够持续这样子，他也许没有办法做出很决定性的攻击，但如果他持续就是能够这样3不5时跟你进行一次骚扰式攻击，这个对以色列来讲就非常头大。以色列的经济其实损失也很惨，从去年到今年，实际上损失是蛮严重的。然后现在他都看美军的资源，可是美国的资源其实也慢慢快要枯竭了。你看，美国都不得不去从韩国调萨德跟爱国者3，就表示美国自己的产线根本生产不足，他没有办法弥补这个空缺。实际上，去年6月到现在，其实照理来说，你已经过了大半年的时间。如果真的像川普所宣称的，美国的生产线是非常优秀的，随时可以补上缺额，弹药是这个无穷无尽的，那你有大半年的时间可以弥补啊？为什么弥补不上？所以显然不是他们所想象这样，因为制造这些高科技的这个防空飞弹的过程是非常繁琐，所以那个产量根本就拉不上来。那如果你的防空飞弹产量拉不上来，那伊朗就可以用它的量来取胜，它不断的攻击你，让你没有那个贝多利分，你就根本没有办法去防范，所以这是很糟糕的一个状况。以色列跟美国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解决办法。那至于说纳坦雅胡到底是不是遭受攻击甚至身亡，当然目前消息很混乱。那其实比较奇怪的就是，如果这真的只是一个假消息，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他现身嘛？对啊，你就直接出来就好了嘛。对啊，你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出来，对啊，就直接破除谣言。纳坦雅胡不会是6只手指啊，对，因为他过去有很多影片都显示他的手指就是5根手指。那你说那个牙齿那个东西可能是解析度的问题啦，但是很奇怪的就是，正常这个时候当人心惶惶的时候，纳坦雅胡更应该要赶快出面稳军心嘛。对，那为什么不出面？这就是蛮奇怪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谣言要破除，就是要等纳坦雅胡自己决定要怎么办。如果他真的长期不出来的话，很可能就会出现危险。那至于说现在整个中东地区全部都危险所在，大家去看看美国在伊拉克，他搞了20几年了，就到现在伊拉克境内居然还是充满危险。所以你看这场战争，美国到底要怎么打下去？好，舰长怎么看？我们看到啊，这个现在呢，整个有关于中东的美国的军事基地啊，几乎都快被摧毁了。那下一个动作呢？下一个动作是不是就要来打油井了？但是我们现在所先看到的，也就是以色列的这一个，它的一个通讯以及这个网络防御部队的一个天线被打烂了。那之前长的是这个样子，那现在被整个击毁是长成这个样子。现在一定要有前后的对照啊，免得说是 AI 做的。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家以为只是一个卫星交链，不对。为什么？因为它也有部分是作为无人机的一个导引使用的。这个也就是啊，现在美国为什么对于这个，我们看到啊，现在已经到了第52轮的一个军事行动。52轮，如果从2月28号来算的话，每天3轮以上。那每天3轮以上的这种情况的话，到底还有那个中东的这些无论是海湾国家，还能够继续的承受吗？另外啊，我们看到其实现在这个已经开始外溢了。这个也就是说，这个是美国驻伊拉克的大使馆啊。搞半天，它上面还有雷达那结果呢？
它是先雷达整个被打掉了，然后我们看到这是先发生火灾，这是后面去抢救的。那这一个呢是 Saab 这家公司做的这种小型雷达，其实它的高度并不高，大概就是150公分高，然后呢它就是150公斤，然后它可以很有效的在4公里内，对，只有4公里，那个搜寻这一个无人机啊。那但是我们讲到现在啊，我们来想一想，美国到底为什么要去打这一个伊朗啊？大家讲了非常多的理由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关于啊这个Jamil Shaman 啊，他最近啊，也就是14号的时候，他接受半岛电视台的访问，他讲的什么？他讲内塔尼亚胡总理啊，他就是一向的极力主张将美国拖入这个以色列以及这个中东国家的战争，然后他说，但是呢，一直都没成功。没错啊，之前那个有关于拜登啊，也发生过这个情形，但是拜登拒绝了。那现在呢，他讲说，直到川普上任的时候，那个他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啊。那为什么我们讲到 Jamil Shaman 讲这句话非常的有道理啊？那大家也必须深思他的这讲法，因为他早在2008年的时候，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外交政策》。他这本书里面特别强调的，也就是其实以色列的游说集团影响了美国在中东的非常多的一个作为，也就是因为如此啊，那其实我就在我们这个节目啊，而且是在很早以前啊，不是最近啊，我是在2025年去年的3月5号，1年之前我就说，当他解决完这一个乌克兰的问题之后，他就会来面对伊朗。那这个现在我们又看到了有关于泽伦斯基，他又凑了这一脚之后，真的很难免变成世界大战。为什么？因为大家互相结盟，然后这个地缘呢开始互相结合之后，然后从中东一直延伸到东欧，那也就是人类的大浩劫。对啊，所以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走到 World War II、World War III 的时候，那真的是不堪一击哦。好，何坚老师，是这一场战争啊，我想最大的地缘政治上的短期内可见的影响是它打破了过去20-30年间中东的一些国家、海湾这些阿拉伯的石油王国，它意图打造的所谓2个中东的叙事。什么叫2个中东呢？就他们试图把这个中东地区啊划分成2类，一类就是伊朗啊、伊拉克呀、叙利亚、黎巴嫩啊这些黄沙滚滚、兵马孔总，总是在冲突、打仗跟恐袭的地方。但是沙特啊、阿联酋啊、卡达尔啊这些王国，他们就说，我们跟那些国家不一样，在我们这边很安全啊，你可以来这边做航运、做金融，然后做加密货币、做这个 AI 的很多算力。过去大家讲的电力及算力，算力就是国力嘛。所以他说，那我们中东的日照也多，能源、石油也多，大家纷纷来把算力中心放到 AI 算力中心放到我们这儿吧，然后帮助我们的产业多元化。这个叙事在过去花了20-30年苦心营构啊，好不容易现在走上了快车道。但是这一场战争就让大家意识到说，原来所谓2个中东的这个分类是很脆弱的，这个基础是很虚假的。霍尔姆兹海峡就是一湾浅浅的、非常浅的海峡，比台湾海峡浅多了。那个最短的地方也就是不到40公里宽啊。那所以我们看到过去2周在这个伊朗进行周边地区的报复，发射这个无人机跟短程导弹，还有火炮。在进行攻击的3000多个目标当中 ，UAE、巴林、卡塔尔3个离伊朗最近的地方是这个受冲击最严重的。那这个当然就很大程度上去影响说，那未来这些国家它的这个产业多元化的转型之路，它的2个中东的这样的一个划分，是不是还能立得住？那甚至更下一步去推啊，我们看到在这个 UAE， 它正在做一个叫做 Stargate 的一个美国境外以外最大的 AI 算力中心，所有的美国的这个领衔的大的企业，包括我们可以说的英伟达呀、这个 Amazon 啊，然后这个 Plenty 啊，都在那边投资，总投资规模达到5500亿左右。那个在和平时期，这当然是一个分散能源消耗或者是多元化布局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策略，但是到了战争时刻，它就变成一个系统性脆弱点的一个大集合。那所以我想，华尔街现在就已经在面临到压力了。当
中东的局势受损，中东的主权基金、中东的这些国家的财富管理者，他有动力要去出清一些股票，去稳定国内市场资源的时候，他首先承受卖压的可能也就是华尔街。那下一步他是不是还会继续的跟美国的资本这么进行深度的绑定啊？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下去再考察的。毕竟我们刚刚舰长还有这个斌哥也都说到，这么多的环伊朗的美军基地受到了攻击，而现在美制的器械或者说美军跟他们一起合作建构的防空系统看起来不是特别给力，那这个到底就让中东国家心里有很多疑问了。那你们这些美军基地在这边到底是在保护我们，还是反过来我们因你们被拖入了池鱼之殃？因为如果没有以色列跟美国先对伊朗发动这一轮打击，那理论上这些美军基地是不会受到伊朗的报复的嘛？对，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黄简秋。首先介绍这一节加入我们讨论国际国内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简秋好，各位朋友好。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简秋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老师。各位好，大家好。在伊朗的战事里头，的确，伊朗的攻势是一波波没有停下来。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最新传出来，已经进行了真实承诺第53轮。刚进来之前，现在透过画面看的还是52轮的攻击哦。而这53轮的攻击呢，这个伊朗是特别表示，为了要纪念相关人的伤亡之外，也发射了10枚法塔赫高超音速导弹，还有卡德尔的导弹。多架无人机攻击的地方呢，包括了在中东几个这个军事基地，都来自于美方所支持的军事基地。显然，伊朗的这一波波的战事真的没有要松口的。想要减缓的意思啊，尤其在伊朗阿尔巴斯港附近击落了一架美军 MQ 无人机，这是伊朗方面声称的。伊朗的这个空防部啊，在阿尔巴斯港附近击落的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那前一天我们看到，包括了5架停在中东的机场有他们的盟友机场的飞机5架加油机被炸。那当然，川普特别讲，那5架飞机只有1架受损啊，其他4架都是无关紧要的小伤啦，就是被炸受损，但的确没有整个这个坏掉啊，没有而且没有人员伤亡，是不幸中的大幸。印度媒体还追踪报道，没有波及其他加油机，陆续已经撤往欧洲的基地了哦。这一波波的攻击里头，以色列说已经遭到了伊朗方面6次的弹道导弹的袭击。以色列国防部虽然很多的这个军事被攻击的画面呢是封锁的，但是他以资讯来公布，他说对以色列发射的弹道袭击呢是当天，就是在3月15号当天，从午夜以来，伊朗发动的6次导弹，所以不断的更多的打击持续，伊朗在进行当中，甚至美国的驻伊拉克大使馆也被打。昨天我们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这个整个起火燃烧、防空系统被破坏的画面呢，引起了美方高度的关注。这个美国驻伊拉克的大使馆呢，重新启用新的防空系统进行防护工作。不过我们注意到，他也开始撤伊拉克的侨民喽，从伊拉克代表美方认为这个所谓立刻撤离伊拉克的这个讯号，专家认为伊朗战争已经严重的外扩，而且已经在跨境撤退当中，当然是大家很担心的忧虑日益的加深。而川普呢，这个口头上仍然被形容是硬撑吗？还是很傲慢自大呢？在他口不成1次2次，结果伊朗继续打的情况之下，他现在不他口了。当记者再问美伊战事何时结束，FAS 新闻主持人问他，他回答是：当我感觉到的时候。等我骨子里 feel 有感觉有 feel 的时候，就会结束了。甚至前一节我们不是还把他的一个最新哥伦比亚频道的访问，他讲啊，他说如果我觉得好玩，随时就可以再打击啊，哪个岛哪个地方，我随时就可以发动攻击啊，把它当成好玩。现在川普是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川普说，现在拒绝所有中东国家盟友们提出来要和谈的这样子的促成的努力。他说，因为现在条件是还不够好。那到底你的条件是什么？怎样才能接受呢？他又拒绝回答。当然，川普第一时间就已经讲过，他说他要求对方无条件投降，
要求所有的包括领导阶层都要听美国的这个指令哦，新的这个可控的人选，当然这些伊朗都不可能办到，所以川普难在伊朗的战争要怎么取胜呢？怎么样才是赢呢 ？CNN 点出了7大危机，现在战争导致的油价上涨还只是暂时的，为了长期的利益啊，那么更有经历短期阵痛啊，他讲成这样啊，但问题是哀悼军人，汽油价格上涨。通膨、生活成本，选民是不太可能跟川普一同庆祝胜利。一波波如果有阵亡的士兵从战场被送回来，难怪，当然内部白宫也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了。白宫 AI 沙皇公开喊啊，赶快川普就宣布胜利，然后就撤退吧。其实川普不是没有想过，也不是没有做过，他第一时间才第3、第4天，股市又开始大涨，不就是因为他讲了吗？他说准备，我们已经接近胜利，即将要宣布胜利。后来是伊朗的战争持续在攻击啊，伊朗没有要停手，所以也很难单方面的片面宣布胜利啊。所以伊朗现在外长曝光了新任最新高层领袖的现况，有各种报道说这个最新的领袖穆吉塔巴哦，包括什么脚被炸伤啊，是残废啊，或还在医院里啊，有各种的新闻的揣测。不过呢，这一位这个伊朗外长公开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哦，他是回应说，现在这位最高领袖的身体状况没有任何问题，甚至证实正在接受中俄的军事合作吗？是要把中俄给拉进来吗？不是孤单的这样的意思吗？而伊朗的高级指挥官甚至公开的讲，川普讲不出来条件是什么，他们讲结束条件，现在条件由伊朗来开。伊朗说必须要在考虑结束战争有2个条件，一个是伊朗收回所有的损失，怎么收回啊？这光是这个条件就很难想象啊。第2个是美国要离开波斯湾，所以美军要撤退，要把伊朗所丧失的这个包括被轰炸、经济损失、人命的损失，要有人赔偿吗？如何收回？看起来条件是真的很困难。将军，虽然说这场战争现在已经打了2周哈，现在第3周已经开始打，但是我根据这2周的观察，我认为就伊朗的战术而言来的话，前2个礼拜哈，它叫续战哈。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首战即决战嘛，哈，续战就是首战。前面2个礼拜他在打首战哈，续战，那现在才开始，他才开始这个正式的决战，他才开始打响哈。为什么我这样观察呢？因为前2个礼拜大家可能注意到，如果回想一下前2个礼拜，这个伊朗打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大概就是海湾这些国家美军的27个基地为主哈，甚至于对波湾这个包括到卡达哈，这个科威特这些国家哈来对攻击。其实那很明显的，他将美军的这种武器拘束在这边。这时候他主要的作战目标，我认为还是以色列是最重要的目标哈。所以这时候开始，我认为是他决战时刻。那第53轮这打击已经开始。但是美军如果按照川普昨天自己的说法，他已经对伊朗发动了6000次的攻击，打了6000个目标。那我们很讶异，美军打了6000个目标，怎么没有将伊朗的导弹发射车或者是无人机的基地或者甚至于除了第一波打击，将这个伊朗的这种首脑还有他们的军事将领这个一锅端歼灭了40几个，实施斩首作战，获得一些战果之外，但是2个礼拜他们轰炸了这个6000多个目标，但是好像没有打到伊朗重要的。他还说已经没有地方可以炸了，都炸得差不多了。川普亲口说，现在川普伊朗已经打给你看了。你之前他攻击的武器大概都是无人机比较低端的武器。你看到他打的就是他们自己所消耗的是这个比较传统或旧款的导弹来打就把你的导弹都消耗掉。但是现在很明显的，虽然说他打了10枚，可是这10枚是超高音速导弹，而且是重型的导弹，每一颗弹头重量就高达1到2吨这么重而且说是直接对以色列来实施打击。那所以我认为说，伊朗来讲的话，主要作战目标还是你以色列嘛。第2个来讲的话，后续我们一定会看到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前2天已经开始打了，但是我觉得当你这个以色列的这种铁穹系统的导弹消耗掉差不多之后，这时候他开始用饱和式用这个卡秋莎火箭炮对你以色列来轰击的时候，这时候看你以色列怎么办。我觉得以色列可能在这个状况之下，听说他的导弹库存也严重的不足，所以美国才开始从这个包括我们东亚地区包括日本、韩国这些地方调集导弹过去。那伊朗在
这个阿巴斯港击落一架 MQ9 无人机，我觉得这个讯号很重要，就代表说是伊朗到现在它还有制空的能力，虽然它制空能力可能很薄弱，没有战机没有那个，可是它可以发现到它的雷达还是一样可以掌握到一架无人机同时它也有这种地对空的导弹将你击落所以我觉得这个讯息是很重要。那以色列自己也承认了嘛，他现在伊朗对他总共发动了6波的导弹攻击，所以说我认为这场战争这个短时间之内如果从战斗的层级来看的话，我觉得川普可能真的很难结束这场战争，而且我认为伊朗这时候才是加大他攻击力道开始的时候。前面我们如果说讲首战及决战，前面他那个是首战，这个时候才开始他决战要开始打。我觉得这个时候也是川普开始要头痛的时候，他怎么样调集兵力武器，然后集中来实施。第一个，他防卫怎么样来协助以色列防卫，27个这个美军的基地怎么样来防卫，我觉得这才是重点在这边。全世界都看得出来，川普一开始打的算盘，当然想要快速速战速决，把战事结束，胜利的成果拿到手上。结果现在出乎意料的发展，现在伊朗不断回击的这个攻击力道超乎了川普的预期，所以他现在讲话反而是越来越狂，越来越情绪化。川普这个战争到现在为止，美国自己内部完全搞不清楚，已经是为什么目的，为何而战。他其实本来一直在跟伊朗在谈这个核武，而伊朗也愿意退让，因此那个哈梅尼才跟整个高层开会，在开会的时候呢，把人家整个高层给斩首。没错，事实上这就造成你美国不讲信义，同时你又指称他是拥有核子武器，可是你现在完全拿不出证据，而且也不讲理由了。那接下来为什么要继续打下去？你接下来的战略目标是什么？也不清楚，所以媒体来问他了，而且是亲共和党川普的福斯媒体问他，战争什么时候会结束？你大概给我们个时间点吧。等我感觉良好，这个完全就显示出什么呢？他的感觉还没到。那他的感觉什么时候会到呢？一定是战场上斩获，敌人撤退，然后呢，也许符合他结束战争的下台阶出现。现在为止都没有出现，所以不是感觉，而且实际上现在这个战争，美军其实渐渐的难敌伊朗的攻势。伊朗的攻势在3个层面我觉得有优势3大不对称优势：第一个地缘，第2个军事，第3个能源。地缘，伊朗是中东大国，它都是高原的形态，而且人口接近1亿，那里面又以波斯人为主，又是以这个什叶派的穆斯林为主，所以你要做地面战争这从 Day One 就开始，美国人知道不可以这么做，因为可能会重现在阿富汗跟伊拉克的泥沼。那所以呢，这个是它地缘上的一个优势，而且它跟以色列距离超过1000公里，你也不太可能以色列派地面部队像是打那个加沙一样。那第2个地缘的因素呢，那就是它掌控的赫姆兹海峡，所以它可以影响到赫姆兹海峡油的进出。那这也是我刚刚讲的第3个，他讲的就是我讲的能源的优势。可是，在之前军事优势怎么解释呢？那就是既然你不敢打地面部队，而且现在看起来美军打的是以军事跟工业设施为主，以色列是完全放开了，他甚至连现在一些博物馆、学校、社区他都打。目前伊朗大概已经估计可能死亡超过1400名平民军民就不知道。所以这样子的情况，其实就造成以色列它的弹道飞弹跟它的无人机在反制美国跟以色列上就扮演一个，就等于是一个不对称的这种强优势的角色。因为美国你不敢打就是地面不作战，你也不敢做大规模的轰炸，所以呢，基本上军事上它就可以不断，现在已经讲到第几波？第53波。我一波打个40枚、50枚弹道飞弹，这个上百架的无人飞机，就让你这个疲于奔命。那第3个能源优势，现在就是整个赫姆兹海峡。这个2天有10艘希腊的这个货轮、油轮关掉那个通讯定位，然后呢趁夜经过，结果
也许赚了，可是那个是很危险的，所以现在大家都不敢去，可能油价跟经济会让美国跟各国呢会感觉到强烈的压力，而最后回来，当福斯问他你什么时候结束？等我感觉良好，大家快要疯掉了，真的，全世界被川普搞到快崩溃哈。一开始他只担心股价，后来有了油价，那么让川普他口又不成之后，现在已经是变成面子之争了。如何在国内获得民意能够平息之外，战争怎么停？现在已经是由伊朗说了算了。对，那对于美国方面哈，其实就像刚才所提到的哈，这个战争何时结束，对美国方面而言，当然就是川普自我的决定。好，但是我相信到目前的发展哈，应该已经2个多礼拜，啊，应该是出乎他的预期。啊，有点是事与愿违，好，所以前几天美国的媒体特别有说哈，在白宫里面还有3派的力量，3派的声音哈。第一派的声音就是说哈，应该要想办法去见好即收啊，你要缩小对战争目标的这个规划。好，这一派里面以这个白宫的幕僚长威尔斯，还有这个副幕僚长，还有一些在财经决策的官员，他们比较多是从能源、经济还有国内政治的角度去劝说川普。那不要小看这个白宫幕僚长威尔斯，因为他是川普常年的这个竞选的幕僚、竞选的功臣啊，但是有没有效不知道。那另外有派呢，是共和党在国会里面有些还是强硬的硬派啊，他们是非常支持啊打到底，而且认为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美国应该跟以色列联手哈，尽可能去斩伤伊朗对于美国跟未来以色列的一些威胁。那第3派其实照理说应该是川普选票的基础 MAGA 啊，因为 MAGA 这些人本来就不认为说美国应该深陷海外的战争泥沼。可是我们也知道哈，川普即便有他的世界观哈，有他的什么西半球优先，但是对于以色列就是一个最重要的特例。好，所以这3派意见应该是在角力。当然最后能够真正拍板定案的还是就是川普。那还有包括昨天有个新闻也很有意思，就是白宫的这个 AI 撒谎哈，这个萨克斯他的讲法就是见好即收，他认为说你随时都可以哈单方面宣布胜利，然后让这局势降温，他是这样奉劝川普，因为假设无限升级的话，对美国自己啊，对于美国的政治、全世界的经济都没有好处。但现在有个重点就是，即便是我觉得川普也在考量这点，即便是美国单方面说好，我降温，我宣布胜利，但是你要看伊朗的回应。伊朗现在还控不住啊。对啊，伊朗现在，而且伊朗经过这一次更加确认，荷姆兹海峡就是他最重要的筹码，这么重要，他不会轻言说美国不打他就不打。我觉得他反而会以此为要挟，再要挟美国。第二个变数就是伊朗也有内部的问题，革命卫队基本上也是给目前的执政者很大的压力。你轻言假设跟美国就这样妥协，美国说不打，你就同时降温，我觉得这也有一些内部重要的政治变数哈，所以这些都是我觉得有待观察，也有可能突然之间局势降温，但有可能很不幸的往这种怎么讲拖延战、消耗战的方式前进。我只是好奇了，川普的打仗当中可以接受这么多媒体的访问之外，不停的在社群平台发文，那每一种说法又都不一样。其中当然今天第一节就被我们讨论到的，他攻击哈格岛在荷姆斯海峡西北这个位置的岛屿呢，他特别强调哦，他受访讲我已经大概都把它炸掉了，炸了很多军事设施、飞弹储存碉堡等等，但我保留什么？伊朗的石油相关的基础设施我没有炸。那川普讲啊，在这个受访里面讲说，或许我会不会再直接炸你们更多石油中枢呢？我不排除，或许我会出于好玩just funny 就可以再炸哈尔克岛。这种说法当然就让人家觉得不可思议。那全球的这个经济动荡来自于川普的这一连串的决定吗？那么伊朗继续轰炸了。这个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轰炸阿联酋，报复美国的炼油岛所以中东的能源大动脉现在也成为被反击的目标。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这个画面公布出来的是，这港区冒出了浓烟，火光熊熊。这个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回应。
用来回应接下来对于美国在阿联酋的港口、码头、军事设施都会是合法攻击的目标。双方都拿油的设施来攻击的时候，哇，那到底是谁比较担心石油的命脉？哈格岛遇袭，伊朗议员也呛。敢夺岛，如果这个川普扬言这2天已经派出了2500名，昨天还说经过台湾海峡，大家在关注2500名这个所谓的海陆的联队有可能要夺岛吗？大家观察，伊朗回应：如果你敢夺岛，那就会开始袭击美军基地的俘虏，抓美国的士兵驻军哦。所以，川普现在做法是什么？他在社群公开发出呼吁大家点名哦，中国、法国、日本、南韩、英国这些国家，你们在进出这个荷姆兹海峡的油的供应都受到冲击啊，那你们就要派一起来帮助我协防这个地方，要他加入哦。那么因此，中国各方面各国的回应是什么呢？大陆强调要停火，拒谈海军部署。英国呢，他说我们考虑研拟派扫雷无人机啊，不过没有承诺要派舰队。那么法国说部署立场始终保持防御性跟保护性，没有忘记法国总统一开始还是谴责战争行为的。荷姆兹海峡的邮轮要能够顺利航行，川普要大家都来出一份力，但是真的大家会管他吗？这个是牛弹琴央视的一个频道说，全世界目瞪口呆，感觉伊朗也哭笑不得，都打到这份上了，美国居然这样求中国帮忙收拾烂摊子，马上川协会要登场了。他说你要其他的国家帮你去安抚收拾烂摊子，这跟中国大陆有什么关系吗？真不知道美国你是怎么想的哦。所以当然其他国家也没有真的很正面的回应，要帮助川普，毕竟这个战事是川普跟以色列搞出来的。那么伊朗就嘲讽了哦，川普面对自己挑起的混乱局面，还要理直气壮的要其他国家帮忙，他也在 S 上发文哦，伊朗外长。美国到处吹嘘的安全保护伞，搞了半天千疮百孔，不但震慑不了谁，还引火烧身。现在要叫大家来帮他的忙吗？伊朗外交部长真的是越来越强硬，也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哦。荷姆兹海峡实际开放，仅对敌人关闭，就是说这里也没有真的关闭啦，就是我们也依照国际的各种法规，我们没有要把这个海峡给封闭，但是对于敌对国家、攻打我的国家关闭而已。甚至伊朗罕见还对印度开了免死牌，要放行油轮哦。除了先前讲中国大陆之外，理由居然是为了183条人命。原来是啊，在战争刚开始没有多久哦，有这个伊朗的船只，其实在执行其他不相关的任务，被美方所攻击啊。当中有183条人命，这个士兵呢，因为在印度海军的严密护航之下，才能够顺利通过荷姆兹海峡。所以呢，这个为还这个人情，这个在斯里兰卡附近参加军事军演被击沉的这个鱼雷击沉的这个士兵，所以还这个人情，现在连印度也被伊朗说开绿灯，你可以通过。耀明老师，现在看到川普这一连串对于油，那对全世界所造成的冲击，现在看起来是没完没了。你看这个哈尔克岛哈，它其实是在伊朗西边外海，没有很远，也不是很大，但是呢，它的重要性是因为它上面充满了炼油设施，很多往外输出的油啊，都是在这边开始装船的，所以这是伊朗可能对外输出油的一个重要的转运站，也是炼油点。那但是大概前2天，美军就开始对这个岛上的军事设施我就在观察它会不会扩大到岛上的炼油设施，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它只不过是扩大去攻击这些就是岛以及所谓的炼油中枢，但是呢都是打军事设施。为什么他不敢打炼油设施？因为伊朗也警告了，你如果打我的炼油设施，我一定回敬你在海湾地区其他国家的炼油设施。巴林的就是天然气的储存槽已经被打到，被无人机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它已经在减产。科威特也在减产，但是呢，设施并没有受到严重的攻击。现在如果说美国或以色列开始在打炼油设施，让伊朗可能你根本是不能够输出油了，那荷姆兹海峡也不重要了，那伊朗也就回敬整个海湾所有炼油设施没了，你不要减产了，你根本就生产不出来，荷姆兹海峡也不重要，因为没有什么油轮
可以去再经过荷尔木兹海峡，这个时候啊，那就是毁灭性的这种打击。这个基本上跟打地面作战这种程度会招致伊朗的反弹跟这个报复可能会更高的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已经2天，第3天了，美军没有去打炼油设施。第二个，他讲到要这些英国、法国、中国、日本跟南韩要去这个派军舰去协助，这个显现他其实已经示弱了，表示他自己在荷尔木兹海峡自己没有办法去处理，自己没有办法派美国军舰去做这个护航。曾经有好多国家要求美国那个中部司令说，没有，我们现在还没有这样子的规划。因为什么？你一去你就变成标靶了嘛，那要别的国家去。至于像是英国、法国现在有在动员到地中海以及往这边走，他可能是担心情势的扩散，但是呢，绝对不会去帮助这场战争。这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把自己画得很清楚的否则他们也会变成被攻击的对象。那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高市早苗在3月19号会到华盛顿去，而日本的再军事化的作为，这会不会是高市早苗跟日本政府认为这说不定是个契机？好机会。一方面去加强跟川普的关系，二方面保护自己日本的石油，三方面也表示说日本的船舰可以开往就是这个印度洋地区，这个是必须要注意到的。但是希望他不要这么做，否则英国、法国、中国为什么不这么做？那不是引火上身吗？所以第3点要谈的是现在伊朗其实也在做区分了。他说，以色列跟美国以外等相关国家或有介入战争的以外的国家，只要你接受我伊朗的要求，某种程度也许你跟我打个电话，我缴点安全税，我未来也许可以让你过所以呢，莫迪就打电话给伊朗总统了，就2艘印度的船就经过了，这是前天的事情。所以未来他可能会做这个区分，目前具体的做法还不明确，所以呢，并没有太多的船这么做。我觉得伊朗大家知道，当国际油价如果高到150以上的时候这个国际反伊朗的情绪可能就会出来，所以它作为这种调节，但是作为这种调节，你就没有办法产生国际的油价的压力，对川普产生压力。不过这也伊朗可能面对到这个荷尔木兹海峡，他也必须要做的选择。的确也看到了日韩是不是有压力，也在川普的要求之下，准备要派自卫队、派兵等等。现在变成这个亚洲国家也要人人自危了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我会本来为了油价，川普跳脚，但问题是现在持续攻击的伊朗附近的这个岛造成的，对伊朗来讲不只是冲击而已，它是直接反击的开始，恐怕可是更大的灾难的开始。我觉得美军这次去轰炸这个哈克尔岛这个很明显的反而让伊朗看破手脚。为什么呢？你既然要轰炸哈克尔岛，哈克尔岛伊朗有90%的油在这边生产，这边制造，那也从这边输出。那你要去轰炸，我们都认为说你应该是轰炸这个油的设施嘛，才会让伊朗以后它的这种军需的这种供应链整个断掉。对作战来讲的话，你没有后续的金援，断掉你的金援。我们都一直是认为这样，就搞半天他不敢去炸油，他只敢去炸军事设施，那代表说我炸了，可是你没有炸油，这个我觉得这反而会让伊朗以后更看破手脚，让全世界看破手脚搞半天你美国油对你来讲的话，还是说是这个软肋中的软肋，是你的罩门。那在这种状况之下，我觉得伊朗更敢以后来讲拿这个石油来威胁你美国第二个，我们看到，这次当然大家最关心的荷尔木兹海峡会不会封闭？其实我也是很关心，因为如果真的封闭，对全世界经济影响都很大。这个没有一个人能够独善其身，能够避开这种经济膨胀的影响。那我们原来最担心的是布放水雷，因为尤其是漂流式水雷，它是不分青红皂白、不分敌我的，它都可以攻击。但是从伊朗这次可以让印度的船只过去，代表它的水雷不管是它的水雷，它的封锁手段还是有所选择的。其实就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反而倒是松了一口气。毕竟来讲的话，也没有说是100%谁都不要走，鱼死网破谁都不要走。那为什么会让印度可以这个从油轮可以从这边过去呢？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当然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啦。
那时候这个伊朗的军舰在印度去军演的时候，他提供他人道的一个庇护。那甚至于他被击沉的时候，印度是因为参加印度的军演被击沉，这是一个原因。但是我觉得这不是这么单纯。我觉得伊朗其实这个莫迪他毕竟是老先他早就跟印度跟伊朗有很多的默契。大家知不知道伊朗有一个很重要一个港口叫做恰巴哈尔港他去年5月的时候交给印度来管理、来管理、来支持。当然，对这件事情来讲，这个伊朗来讲，其实对中国，大家不要认为说是伊朗跟中国很好，因为中国在巴基斯坦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瓜达纳尔港那这个恰巴哈尔港刚好就在瓜达纳尔港对面。其实这国际之间的彼此是大国之间的游戏规则很耐人寻味了你制裁我，我制裁你，国际之间绝对没有100%的盟友，但是这个彼此之间也都为国家为自己国家寻找最大利益。所以我觉得印度跟伊朗来讲，除了这次的人道的问题之外，它也有印度这个它之前跟伊朗也有经营他们彼此之间的国际关系，这也必须要考虑在里面的。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全球油价还在波动，但美国攻打了哈尔克岛，当然也是大家关注后续发展的效应。对，我想川普下这个命令，大概就是说我代表说我有能力去攻击你命脉，但是我先不这样做所以根据美国军方讲法是说，他攻击岛上大概90个军事的一个设施包括防空飞弹等等，但是对于岛上最关键的这个石油储存，还有这个港口，还有这个管线都没有动手当然，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考量就是说它是一个警告，但是呢，假设你真正攻击哈尔克岛上面这个石油设施的话，伊朗会回击。因为伊朗的回击到目前为止即便它零星的打中一些储油设施、邻近国家，包括天然气储存的设施，但是没有真正以它为主要打击的对象。所以这是川普的一个动作。那我们也知道很特别因为即便是川普受到国际制裁、美国制裁，但是每一天伊朗的出口大概还有100多万桶这当然跟它的高峰在2018年被这个制裁之前，大概还有250万桶。